那球绿绿的呢，它就是一只青蛇。哎，建军，这里有一只白梅花的幼蛇，哎，这只是灰色型，体积比较低一点点，5、6只大头蛇才会出一只灰蛇。这3种蛇类呢，都是台湾3大衰蛇，不管是什么蛇啊，都不应该打死，好不好？嘿，各位又见面了，我们是冲山蛇，我是君，又来夜观了。现在晚上大概8、9点，我们阿凯呢想要出来散个步就出来了。这边海拔差不多最高的都400吧，所以就是很常见的那些浅山蛇类。所以我等下在寻的时候应该会一直往上看，过山刀，可以拼拼看，可能会先看到大头或者青蛇吧，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东西。反正我们看今天有什么东西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刚才讲到而已，真的没有发现呢。对，我看那一球绿绿的，那一球绿绿的呢，它就是一只日行性，然后现在正在睡觉的青蛇。青蛇介绍影片呢，还有它的习性的话，可以看这支影片。刚才也有说到，因为它是日行性嘛，所以现在会在睡觉，还有那一整球，你可以用形态去粗略的辨识。第一只蛇，我们大家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蛇类。这个好绕口，至少没有够枯啊。针对不同的物种，它的特殊习性或特殊找法，你可以揣测一下，甚至去做功课或问一些前辈们。这都是我们上山前或者出去找这个物种之前去思考的事情。这些都是小技巧。哎，建军，这里有一只白梅花的幼蛇，哎，幼蛇啊，嗯，它头还是白色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摆在树上啊。对啊，哎呦，不错呢。白梅花对我们来说其实算是捕蛇啊，但是幼体的话就是有值得再做特别的记录，因为它特别的漂亮。运气非常好，我们遇到一只刚好在9琼小苗树上的一只幼体的白梅花。刚出生的白梅花可能只有将近15公分左右，非常细。幼蛇跟成蛇最大的差别是在于它的头部，成蛇的话会偏比较有一种灰灰的感觉。然后成蛇的白梅花体型大约1公尺左右，也不会到太粗，因为它是一种半树栖的台湾无毒蛇类。但它真的长得非常的像雨伞节，尤其是现在这个状态下，幼体的时候黑白分明，相对比较清楚一点，前1/3会长得非常像雨伞节。这就是成体的白梅花蛇，它身体上的横带上黑色与白色之间会有一点点斑点和灰色推移带，不像是雨伞节，它的分别非常明确。这就是雨伞节的样子，你可以看到它的黑白明确，也就是白梅花与雨伞节如果用最快的分法。然后另外一种分法是它的习性的部分，雨伞节呢是完全底栖的物种，它会在森林底层在落叶层间爬行，它不会上树。但是白梅花蛇呢，它比较特别，就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，它是一种半树栖蛇类，它会在矮灌丛上甚至树枝上攀爬，所以它身体其实有那种树栖蛇的特征，它是比较修长，可以让它更平稳的在枝条间缠绕、攀爬、横跨，包括过山刀、大头蛇这2种树栖蛇类都有这种非常标志性的特征，非常苗条，可以用苗条来形容它。很多人会误认为它是一种有毒的蛇类，并且把它给打死，所以它也是台湾非常衰的一种蛇类。而且白梅花也是无毒的，误认为是另外一种剧毒的蛇类，就被人家干掉了。但是不管哪一种蛇，你都不应该打它。如果宠物民宅最简单的方式，像这种小型蛇类，拿个扫把、棍斗把它坑给我靠的后，其实遇到幼蛇呢是蛮幸运的，因为通常成蛇比较好发现，因为它体型不大嘛。刚好我们也遇到这个，可以跟各位介绍一下台湾3大衰蛇之一——白梅花蛇。白梅花呢，因为它是半树栖的，半树栖就是它会在地上，也在树上活动，所以它的食性就不外乎小型的蛙类、树蛙之类的，小型的攀木蜥蜴，甚至地板的石洞子，可能会吃洞穴里面的像是蜥蜴的蛋啊，这就是它的主要吃的东西啊。它的栖息地非常广泛，这是分布于全台湾，我觉得2000以下其实都是它的活动范围内，但是族群最稳定的地方一定是在1000以下、300以上这段中低海拔的山区。白梅花蛇是夜行性，夜观的时候都不太难遇到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白梅花。既然它停在这边，我们大家记录完就不理它，反正它好好的。下一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幸福吧？超烂。哎呀，每次看到这个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啊。唉，感觉讲了就会引战，不讲好像也对不起自己哦。这很明显就是喂食，不外乎就是野猫跟野狗。科普下，野猫、野狗不是台湾原生的物种，甚至这2个物种都是世界100大的强势入侵物种。加上入侵这2个字，代表它其实对这个生态其实是有一定的危害。然后刚才其实是有猫在这边吃的然后我们刚才其实在森林底层，原始的森林底层都看到野猫。我相信这个喂食点已经造成很多流浪猫、流浪狗在这边聚集。我相信对这边的生态有很大的影响。可能你们会觉得野猫也很漂亮、很可爱啊，它没有做错，这个是人为造成的，是人类是环境
破坏最大的野种，但不代表我们要更加的去制造原生生物的天敌。其实，在喂食它们这些野猫野狗，你其实是间接甚至是直接的在鼓励它去伤害所有的台湾原生生物。最有名的案例就是石虎以及九三甲。会拿这两个出来，是因为这两个对大多人数来说，这是可爱的生物，但是蛇可能不是啊。近期很常看到网络上，甚至南部有整群的野狗去捕杀梅花鹿。我这边我有拍到，其实是流浪猫直接真的捕食一只台湾野兔，那只野兔已经血肉模糊。我看到之后其实是蛮伤心的，可以知道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外来种，不管是台湾野兔、台湾的蛇类，还有穿山甲，甚至食蛇龟等等，任何野生种都会被它们攻击玩弄。它们不会去吃它，但是会去玩弄这个猎物，这是动物的本能。我们传达这个现况给你们知道，我们希望大家去上网搜寻或者去了解这个目前这个非常重要的议题。我们应该是去想更多的方法，不管是领养，甚至去结扎，这些都是好的。像跟我有缘分的流浪猫狗，我自己就带回来养了一对了。我以前也是有养很多流浪猫狗，但是真的不推荐去喂食它，保护野猫野狗，也保护台湾原生生态。好，我们去看有没有其他东西。走吧。过马路的大头蛇灰色的，你看这就是路杀的原因啊，因为这只个体是很漂亮的灰色哦。哎呦，你看生气了。很多的这些蛇类，它们都用甩尾巴来警示。不管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白棉花蛇，还是大头蛇，都有的特征不是走人家所种西部灵斑响尾蛇，很多蛇都会。跟我们遇到了这只过马路超可爱，而且算是很有特色的大头蛇。因为通常大头蛇呢有一些色系，像是米色啊、卡其色啊，甚至有一些偏黄褐色了。像是我会故意收集不同的色型，它的体色变了，它的虹膜颜色也会变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？真的对，橘色的个体啊，黄褐色的，它的眼睛的虹膜都是黄褐色的。然后灰色的呢，虹膜也是灰色的，这只是灰色型的，几率比较低一点点，5-6只大头蛇才会出一只灰色，而且这只是一只非常漂亮的成蛇，整体的大头蛇可以将近差不多1.5米左右，应该就仅限了。它跟那个白棉花有点类似，但是它是更标准的树栖蛇，它的身体非常修长，非常适合在树上活动。我们的台湾树栖代表蛇类应该就是大头蛇了。我们刚好今天遇到台湾3大衰蛇，你不讲我没有发现嘞。青蛇、白棉花跟大头蛇，对，青蛇是像刺尾青嘛，白棉花是像雨伞节。这家伙大头蛇，它是有一点点的像龟壳花。它会被误会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头的形状是三角形的，然后以前的刻板印象觉得说三角形的头型就是有毒蛇类，因为很多腹蛇科的头都是三角形的，但是大头蛇呢，它刚好头是三角形的。然后也不能说它没毒，因为它有微毒，但是它的毒量只是足够麻痹它的猎物。对人体的话，基本上是完全没有杀伤力，可能痒到痒痒的，然后有些人会过敏比较严重，但是从来没有致死的记录了。但是它的花纹再加上它的三角形头部，让大家一直误认为是毒蛇叫龟壳花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让各位了解一下，怎么让你轻易的分辨龟壳花以及大头蛇。龟壳花呢，因为它是腹蛇科的，会盘踞在角落，不太爱动。然后龟壳花的花纹呢，四周会有一点点金边，它有非常强的强点体。大头蛇的那个斑纹呢，它是等距的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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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不像是龟壳花，不太容易分出来，比较杂乱一点。然后这只大头蛇是非常凶的个体哦，你看它凶，但是你看台湾的蛇类基本上没有半种会去主动追击，甚至去一直不断的攻击，基本上都是先做威吓或发出气声做警告，都是你可能已经抓到它了或者踩住它了，它才能可能重复连续的攻击。因为不管哪一种毒蛇，毒力都对它们来说非常珍贵。好，回到大头蛇，大头蛇很容易误闯民宅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攀爬能力非常强，很常在什么电箱打开哦，一只大头蛇。电表打开大头蛇，仓储间扫把上面大头蛇，郊区的山区上横梁上面一只大头蛇，都是很常见的。龟壳花不会在你的屋顶上睡觉，遇到它就一样扫把把它稍微请下来，或者扫把烧到畚斗里面放到野外，这是最简单的方式。不管是什么蛇都不应该打死，好不好？它的属食嘛，一样跟白棉花有点像哦，可能就是攀木蜥蜴、石龙子，甚至它体积比较大，可能鸟蛋还有可能吃。然后在地板你看它过马路，它其实也会稍微下到地面上，横跨它的栖息地，所以它甚至连青蛙它都可能去取食。大头蛇跟白棉花一样，它的海拔 range 的区间也挺大的，海拔从郊区的200到1500中海拔这段区间都看得到我们大头的身影。如果想找它，要么就是我们刚才运气很好在过马路嘛，第二种就是头往上看，稍微照一下枝芽之间、树枝之间有没有它在横跨的踪影，而且它非常好找，因为你就看到一个
会动的树枝，算是非常好找的物种。我们今天就应该差不多了，现在已经1点半了，超晚的。今天找到了台湾的青蛇、白眉花蛇以及大头蛇，这3种蛇类呢都是台湾3大衰蛇，非常有趣。如果你们有亲朋好友遇到不认识的蛇类，然后你有看到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分享我们影片。如果有人在问这是什么蛇，直接传这个影片给他看就好了。我们说，这是龟壳花大头蛇，传。这是赤尾金竹赛青蛇，传。各位一定可以分出来，因为拜托，精美摄影特征照，我相信他看完影片一定可以了解台湾的生态，他们都是友善的小生物。你们了解以后就不会感到害怕了。就这样子，我们是冲山蛇，我是君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哦，这样就好了。到这个着陆让顺着我走。OK，拜拜大黄蛇，拜了，好哥有，很好，赞，太好了，赞，又拯救了一人，功德加1。回家要睡觉，吃麦当劳，好，爱你们，拜拜。吃麦当劳。